本剧最大刀子究竟是错疯了。婉婉泪亲事件发生以后，四郎和嬛嬛之间的感情完全破裂。此刻他厌倦了宫里一切，可他刚出生的胧月公主怎么办？他要怎么在出宫之前细心谋划，为她寻一个最好的归宿呢？这个时候，甄远道流放宁古塔，甄嬛已成罪臣之女，在宫中毫无地位背景，渣渣龙的宠爱表象已经被撕碎。怀胎8月，他禁止所有人去看望嬛嬛，没有留下一丝一毫情面，最是无情无义帝王家呀！常常有人说，胧月要是小皇子，就没其他皇子什么事儿了。可惜刚出生的胧月还是个只会哇哇哭的小女孩，她想在这后宫之中活下去，绝不能有个自己这样的母妃。甘露寺这一趟，嬛嬛既是心灰意冷，也是不得不去。她既要走，那要如何给胧月挑选一个合格的母妃，庇护她一辈子平安无忧呢？咱们首先排除皇后党，胧月去了皇后那儿，就是白雪公主的故事了。其次呢，地位要高，这属于是入门级要求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难道选个普通的额娘，胧月就不能健康的长大了吗？在后宫里还真是这个理儿，普通的公主都不好生存，更何况是被皇帝厌弃的甄嬛的女儿呢？所以地位必须得高，才能保住胧月。咱就说这位分，想必不少人觉得甄嬛的女儿最应该托付的就是中国好闺蜜梅姐姐，可选择眉庄实在是下策。第一，梅姐姐当时只是一个惠贵人，身份太低，她没有资格教养皇嗣，哪怕是她自己生的也不见得行。第二呢，皇后的爪牙已经尽数彰显了，眉庄与嬛嬛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把胧月送过去，皇后不可能不针对眉庄，而梅姐姐性格不适合宫斗，极容易被陷害，这时候送个孩子过去，只有添乱。第三呢，皇帝跟眉庄的感情也早就断了，梅姐姐也是心气儿高的人。自从华妃那一场陷害，大局庄睁眼瞎起，眉庄对皇上就再也没有小意讨好。再加上甄嬛的事情发生，皇上看见甄嬛玩得好的眉庄，必然添堵，不愿意去见她，胧月也跟着不会受父皇重视。排除皇后一党的，还要再排除资历不足的。这资历为什么重要呢？不知道各位家里有没有兄弟姐妹，小时候爹妈偏心，留下的阴影可是伴随一生的。更何况胧月还是过继的，这要是选个未来还要生子的后妃当额娘，胧月的日子一定不好过。结合这个原因，又能排除一大票宫妃，最合适的就是端妃、静妃，这端妃也不能选。其一呢，甄嬛与端妃的关系并没有那么铁，可能有人会认为端妃跟甄嬛是一伙的。确实，端妃前期帮助了甄嬛，可那时候她的无嗣之仇是华妃，她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利用甄嬛把华妃扳倒。而当华妃倒了之后，这个端妃啊，她跟甄嬛之间的来往就并不那么多了。有的观众说了，怎么不铁啊？甄嬛不是曾经把温宜公主送给了端妃吗？这其实就是另一个原因。甄嬛送孩子给端妃，确实是为了拉拢关系，可也正是因为已经有一个温宜了，胧月过去了，端妃不会100%的对她好。孩子未来长成什么样，谁会更讨端妃喜欢，谁知道呢？很难预料。嬛嬛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，更何况端妃身体那么差，她不一定有精力去好好教导小公主。即使把孩子托付给她，以端妃的性格呀，她也不见得会接受。除了沈眉庄，除了端妃，那最佳的人选其实就是专妃，不，静妃了。不开玩笑，咱们从专妃这个绰号以及她的经典台词数砖。后宫里一共有326块砖石，其中还有31块已经出现了细碎的裂纹。由此可见，他是个多无聊的人呢。他早年在华妃宫里做侍妾，久而久之也成了怀不上孩子的体质。把胧月给他，他定然能倾尽一切，陪伴他，保护他，教养他。除了精力充沛这一点呢，静妃与甄嬛的关系也算不错。咱们前面说的3个人当中呢，除了眉庄之外，其实就属静妃跟甄嬛之间的来往最多。因为这一开始，眉庄就被分到了静妃宫中，甄嬛常来走动，静妃也会适当给些帮助。你会发现，每一次甄嬛出事儿，这个静妃啊，能出手的都会出手。他们俩即使说不上多好的关系，但姐妹之情还是有的。最后呢，端妃的位分、资历、地位在宫中也算是拔尖的了。
他家世富足，身居妃位，又是大局在王爷时就入府的老人了，在宫中呢，只是不争不抢，谁也不能简简单单给他使绊子。在自保和保护胧月这2点上都非常完美，更何况他还特别得太后的喜欢。当皇帝有病了要找人去伺候，就点了这个静妃。很多人觉得静妃并不厉害，是因为她原来不受华妃待见，可是再怎么着，她曾经有过协理6宫的权利，这就是对她的心智能力最大的认可。而且呢，孩子养在静妃那里，皇帝会经常去看这个孩子，没有甄嬛，没有眉庄，不会触目伤情，他不尴尬，所以父女之间的感情呢就更能够加深。有能力，有势力，又有精力，与甄嬛关系不错，又受太后重视，皇上也会定期去她宫中。对于这时的胧月，静妃是万里挑一的好额娘。这个结论咱们从后续的剧情就能看得很明白了。当嬛嬛化身熹妃荣誉归来时，胧月跟静妃的关系已经跟亲生母女没有什么分别了。在静妃送胧月去永寿宫的时候，她甚至对甄嬛说：父亲娘娘一回来，额娘就不要我了，为什么要叫新娘娘回来？如果静妃对胧月不好，胧月绝不可能这样舍不得她。除了对胧月掏心窝的好，静妃还很会教育孩子。胧月小小年纪就具有君子之范，原文背诵君子有3乐。静妃感激嬛嬛没有在回宫之后强行把胧月夺回去，更是多次叮嘱胧月要保护新娘娘。关键时刻，胧月并不怯场，在皇上面前一句“皇额娘推了新娘娘，保护了甄嬛，扳倒了皇后”。胧月出落成这样懂事明理的样子，嬛嬛当年的抉择不可谓不良苦用心。正如端妃后来所说，你生下胧月3天就离宫，那3天殚精竭虑，哪一点不是为她一辈子做尽了打算？好啦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啦。你认为胧月是跟着静妃比较好，还是跟着甄嬛更好呢？留言告诉我吧。